线里面的东西呢，就是我们全部的世界。青少年的时候，我都会觉得说，爸妈讲的东西是错的。我可以理解对方观点的跟我的不同，会随着时间去学习、去成长。这4个 dimension 怎么用到管理上呢？基本上，我们比如说一个新鲜人来到公司，或者一个人加入一个公司嘛，他马上会判断，就是说，哪些东西我觉得是好的，是对的，那哪些东西是错的，我觉得不合理。对，那就是在2维。2维的管理方式、管理模式，就是我给你一个制度，是给你一个守则，你就下去照做就对了。你不用去考虑为什么，要有标准答案的事情，我就可以用这样来做嘛。有些东西是没办法那么分明的确定它是对错的嘛。很多东西，比如说我知识型的工作，写程式啊、画图啊，东西很多时候是没有一个好坏对错的问题嘛。对，它只有一个情境是否适合的问题。这就是回到我们进入3维的管理方式。3维管理方式我们讲的就是 best practice。最佳实践嘛。是最佳实践。所以3维里面我讲的是在哪个情况下它的最佳实践是什么？比如说它有一个决策树，会有一个流程图。它可能可以面对比较多不同的情境嘛，对，就不是一个 SOP 说你这 SOP 走到底就是按照这个走，而是我会上面会有一个选项嘛，遇到 A 的时候你可以做这个，遇到 B 的时候你做这个，遇到 C 你做这个，你要有一个判断的过程，但是这个判断过程就不是很多人都可以做到的，所以才为什么 SOP 是相对来说容易，就是可能我是一个服务业嘛，我服务业，那如果是标准 SOP， 不管谁来我都会说要点什么。对，那如果是有一个有最佳实践的，我可能今天看到这样，我觉得他就是很会揪酒，我就推酒单。其实我今天有这个什么法国酒特别贵的推给他，看起来就像有钱这样子。对，就是最佳实践，就是看情况去下判断要走哪个 SOP。这是最佳实践的做法。是的。那我们接下来是要讲到4维吗？4维吗？4维其实就是一个持续改善的概念。所以当这些 SOP， 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，我一直发现企业里面通常定 SOP 的人跟做的人是同一个人吗？好像不是。通常不是嘛。对，那如果不是的话，那怎么办？如果比如说我是执行的，我是执行 SOP 的，我发现这个 SOP 卡的，那我要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？改它咯。很多时候我是改不到的嘛，所以很多时候我会怎么样？阴奉阳违。就是表面上做一套，然后暗地里做另外一套，是阳奉阴违。阳奉阴违嘛，阳奉阴违。OK， 所以我们做的东西跟我们实际上声称我们在做的东西是不一样的，这大家都很清楚了，有当过兵的应该都知道吧？差很多的情况，那我会怎么办？我又改不到 SOP， 那我就会想办法有自己的解决方法嘛。对，然后把这个问题解决。但是不是按照公司规定的 SOP 在走？所以其实我们讲到第4维，第4维是时间嘛。时间，所以时间的概念就是情况会变，人会变，事情会变。是，我们如果做法会随着时间去改变推移，而且是尽量的符合情况的话，那就是4维思维。有没有办法我持续的去改善这 SOP 呢？持续去改善这流程呢？而且是由做事情人来改善这流程，而不是由某个天高皇帝远的部门来专门跟大家讲说怎么做。他们又不是实际上做这个事情的人，他们为什么会了解到底实际上要做什么？所以管理者其实他做事情，他有事情要做，但他做的事情绝对不是说把100%的时间都花在第一线做事情，这是错误的，我觉得。他应该是要把他的那个维度或者他思维提高一点，来看一下，这个团队运行状况有什么办法可以更好？这流程有办法更顺吗？对，有什么东西是我可以帮忙他们的？这才是身为一个管理者应该做的事情。所以，其实我认为大部分人到一个新的环境或新的技能的时候，一开始应该都是从2维开始的。他会来判断说，这个情况，这个环境跟我以前接触到环境有没有不一样，跟我书上看的有什么不一样？它有一个比较啊。我们所有事情都是从比较开始的。其实比较就是一个2维的概念。是，比方说，你这个管理者思维模式是可以去应变动的嘛？可是刚进来的人没办法。是刚进来的，那怎么办？管理者该怎么办？很简单，你菜鸟就是照做。菜鸟就是照做，这个不是我乱讲的，这是有学，就是该死，这是有学菜鸟不该死，菜鸟就是该照做，该照做，所以它叫做什么？就是日文里面讲的手破礼啊。手張り。手破礼就是说，我在师傅教你，你要学剑道是吗？你想学我是你师傅，我跟你讲什么你就照做。这是第一个阶段叫手，照做，师傅讲什么做什么。手到一个阶段以后，你开始有点心得了，你就说，其实师傅讲的东西不一定是全对的，在另外一个情况下，我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去看人，对不对 ？OK， 那就是师傅开始觉得破了，
那离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开始已经有新的，你可以开始教徒弟，你有自己的做法，那就是离。所以我们学习一个东西3阶段，就是手破离。手張り。手破离这个方法其实可以用来提升我们管理的维度。比如说我要导入一个新的制度的时候，管理界最常用的那个敏捷嘛，Scrum。那很多人在导入 Scrum 的时候，他会想说，这个东西不适合我们产业啊，不适合我们公司啊。但是其实如果依照手破离的概念，你第一个要先选择嘛，选择以后就像拜师一样，拜这个 Scrum 老师啊，拜这个什么瀑布老师啊 ，SOP 老师都可以。总之你要先决定你要拜哪个老师，拜师以后，老师跟你讲什么你就做什么。对，所以第一个是选择的问题，选择好以后，选择好就不要怀疑他，你不要怀疑自己的选择干嘛呢？你就相信自己的选择嘛。所以你只要说 OK， 我要拜 Scrum 这个师，那我就要照老师讲的做嘛。比如 Scrum 讲说有日常daily stand up 站立会议，对，站立会议有那个 Spring Planning 那个规划会议，最后有一个什么回顾会议，还有review meeting 这个产品回顾会议嘛。对，这些东西。那很多人说为什么要做？那我们既然要拜师，就是先照老师讲的做。是。老师先叫我们讲，我们就这样做。做一段时间有心得就会熟。然后接下来发现，老师讲的好像不完全对，我有办法去改一些东西，我们依照自己的情况去调整，可以的。但是一定要做出心得以后，而不是还没做就去调整这件事情。好。那开始就是到了第2阶段嘛，破嘛。接下来离嘛，离是什么意思？离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个组织，我们这个团队。我每次开会的时候，可以自己变好，变成一个学习的组织，然后去调整说我们要采取什么优势啊，什么地方我要改善啊，这其实要思维。所以手破离就是一个让我们提升维度、管理维度的方法。所以你刚刚讲就是离的时候，他就会自己做自己的方法，他就会持续的去改善。对，他已经抓到这个方法核心，而且找到自己适用的方式了。提升维度这件事情，它到底有什么好处，或是它有没有什么缺点？先讲缺点好了，缺点就是很少我们可以达到嘛。就像那本书里面讲的，20%的可以到达3维而已嘛。那2%的人可以到达4维，100个只有2个可以。所以如果你期待说每个人自己提升4维，这不太可能。所以我们为什么管理者很重要？因为管理者可以设计制度，用方法让一群2维的人做出3维的行为。好处是什么？优点，同样的就是说，这回到说我的时代会不会变化嘛？假设我的时代是不会变化，跟农业时代一样，然后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然后我每天做的东西都重复的，像工业时代一样。那其实2维的思维已经很够用了，照 SOP 做嘛，不会出错。但是如果说我的环境是一个变动很快的，像这个武汉病毒，或是不要讲武汉病毒啊，讲 COVID-19。照顾两边的人的感受，好不好？两边都讲，然后所以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更快的去应变嘛。因为如果这个团队可以自己学习、自己改变，在4维的程度，那我们就不用花那么多心力去想说要怎么去管理啊，对不对？我可以着重在说如何让大家产出嘛，不用想那么多。那因为团队他自己会改善，自己会调整。是一样也是手破离的，反正就拜老师，拜对了就照做，做了有心得以后，再来想是说自己的做法是什么，然后最后走出自己的风格。这就是我们如何提升维度，不管是管理的维度的方法，还是个人的思维维度的方法，都是这样子。好，那我就谢谢大家收看。那我今天谈的是管理的维度。好，管理的维度，拜拜，拜拜。